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新播出偶像剧太狗血，骚扰，雌竞元素一箩筐，谭松韵该转型了。最近，影视剧市场又迎来了一部新作《你比星光美丽》。不少网友最初看到这部剧的演员表及故事梗概后，直呼这真是一部俊男美女的都市剧，最适合夏天宅在家观看了，轻松搞笑不费脑。但是剧集播出几集后，却陷入不小的争议，不少网友遗憾地表示，这就是一部毫无亮点的狗血剧。首先来看看剧集的男女主角，女主角谭松韵在娱乐圈打拼多年后，仍然像是一个小女孩子。她也是圈内最适合刘海造型的女明星，甜美的刘海造型让她多了一些少女的气息，也让大家对她的好感增加了不少。紧接着就是男主角徐凯，徐凯曾经因为一部《延禧攻略》走入大众视野，不少网友评价说，他整个人有一种清贵的气息，不需要太卖力地表现自己，从五官都看得出俊朗的帅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延禧攻略》中，他只算是男配角，他之后担当主演的作品表现都很糟糕，比如上时播出成绩一般，跟杨幂搭档的《爱的28定律》也成了杨幂近几年最尴尬的作品。很多网友说他每次耍帅的时候，给人感觉都很尴尬，很不真实，给人一种油腻自恋的感觉。除了两位男女主角以外，更让人觉得平庸的是这部剧的狗血和雌竞情节。不少网友都表示，希望内娱能够有真正的大女主剧，而不是这种一团狗血的作品。剧情上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编剧夸张地在作品中加入了很多勾心斗角的元素，故事的开头就充斥着浓浓的狗血意味。女主角在一次宴会上被大领导性骚扰，顿时感到十分愤怒，直接帮自己维权，被恼羞成怒的领导颠倒黑白。随后男主角站出来帮忙解围，这是非常套路化的男女主相遇模式，制造了激烈的冲突，吸引人眼球，但顺便也抹黑了一把职场女性以及现在的职场生态，让人误以为紧身裙、性骚扰是正常现象，实则都是小概率事件。其次，剧中女主角得到了某个大佬的青睐和追求，公司里就有了关于她的各种风言风语。她的好闺蜜同事还提醒她要避避风头，明里暗里的对她进行内涵。正常情况下，一个公司的同事不会那么无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编纂不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这样的事情明明不是女主角错了，女主角是被造谣的一方，闺蜜却还让她避避风头，这就让人觉得不太合理。此外，还是很多人质疑的雌竞问题。所谓的雌竞，就是在剧情里设置两个女性之间比美、恶意打压嫉妒的情节，让人觉得一片乌烟瘴气。实际上，现在社会上和谐的办公环境并不少，女性之间的恶意攀比竞争只是少数。前段时间资源咖白鹿的作品《以爱为营》就因为雌竞环节收到痛批，女主角被女配角造谣称靠美色上位。而这次的《你比星光美丽》在玩雌性攀比的方面，更像是山寨版《以爱为营》，但是却又没有山寨版那么的成功，因此造成了一部囫囵吞枣的四不像。很多网友不明白，现在的电视剧为什么都有女配使坏的情节，而且都是女配因为喜欢男主从而黑化，用各种方式向女主角使绊子。很多人都已经看腻了这样的情节套路。看来，没有任何现代偶像剧逃得过洒狗血，除非是《繁花》这种高质量的作品。很多剧不愿意迎合大众的审美，而是一昧地使用各种狗血情节堆砌在一起博眼球，试图以此博得收视和流量。这本身是一种非常不尊重观众的行为，还是希望尊重观众的好剧集更多一些吧。2.
你比星光美丽，剧情比名字还土的悬浮剧，谭松韵这次押错宝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观众们的口味越来越挑剔，对于电视剧的选择也越来越严格。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名为《你比星光美丽》的国产剧却悄然上线。它的名字听起来充满了土味，但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剧情却比名字还要土，仿佛是一出悬浮在现实之上的荒诞剧。这部剧不仅让观众们纷纷摇头叹息，更是让一向以演技著称的谭松韵押错了宝，让人不禁对她的选择感到惋惜。好了，不绕弯子了，这部剧就是最新上映的《你比星光美丽》。这是一部由陈畅执导、杨千梓编剧的现代偶像剧，它汇集了谭松韵、徐凯、何瑞贤等众多明星，讲述了一个关于机器人设计师与霸道总裁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这部剧从剧情到表演，从台词到场景设计，无不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土味和悬浮感，让观众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荒诞元素的世界之中。实在是搞不懂编剧究竟有没有上过班，剧情的土味程度简直让人无法直视。谭松韵饰演的纪星是一名机器人设计师，虽然有着过硬的专业知识，但刚入职3年的他就已经成为了核心项目的主要设计师。这样的设定虽然有些夸张，但还能勉强接受。然而，接下来的剧情却让人大跌眼镜。徐凯饰演的韩婷是一位医学专业的霸道总裁，他对机器人编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实力不凡。同时，他还是女主的大老板。这样的设定让剧情充满了玛丽苏的气息。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了给男女主角创造相遇的机会，编剧竟然设计了一场地铁在早高峰期间检修的情节。这样的设定不仅不接地气，而且显得非常刻意。在早高峰时期，地铁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怎么会轻易的在运营时间内检修呢？而且，剧中设置的早高峰，但聚拢在地铁前上班的人却很少，简直是离了个大谱。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仅让观众们感到困惑，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极大扭曲。除了剧情的土味之外，演员的表演也是这部剧的一大槽点。谭松韵虽然有着出色的演技，但在这部剧中却显得力不从心。他饰演的纪星虽然有着独立的个性和坚韧的精神，但在剧情的推动下，他的表演却显得过于浮夸，让人难以感受到角色的真实情感。而徐凯则继续沿用他擅长的霸道总裁角色，虽然颜值依旧在线，但表演却缺乏新意，让观众们感到审美疲劳。除了主角之外，配角的表演也同样令人失望，他们要么过于浮夸，要么过于平淡，完全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演不仅让整部剧的质量大打折扣，更是让观众们对国产剧的发展感到担忧。在台词方面，你比星光美丽的编剧似乎认为，只有用夸张的言辞和狗血的情节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然而，这种做法却适得其反，让观众们感到更加尴尬和不适。剧中的对话充满了无厘头和搞笑元素，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和常识。这样的台词设计不仅让整部剧显得更加悬浮和不真实，更是让观众们对编剧的功底和专业素养提出质疑。场景设计方面，你比星光美丽也堪称一绝。无论是办公室的布置还是角色的服装道具，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廉价感和塑料感。这样的场景设计不仅让观众们难以沉浸在剧情之中，更是让整部剧的品质大打折扣。观众们不禁想问，难道现在的国产剧制作都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了吗？在剧情的推进中，你比星光美丽还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情节，比如女主纪星在上班途中突然遇到地铁故障，为了赶时间，她竟然选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且不说只有一站的距离骑单车是否合适，单是这个决定就让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女主竟然还有心情停下来拍照留念。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仅显得非常不合逻辑，更是让观众们对女主的智商和情商提出质疑。此外，你比星光美丽中的职场生活也描绘得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职场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而在这部剧中，这些元素都被简化或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荒诞的情节和搞笑的桥段，让观众们难以感受到职场的真实面貌。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让整部剧失去了现实主义的色彩，更是让观众们对国产剧的创作方向感到迷茫。总的来说，《你比星光美丽》无疑是一部剧情比名字还土的悬浮国产剧。从剧情到表演，从台词到场景设计，这部剧都充满了各种槽点和缺陷。它不仅让观众们对谭松韵的选择感到惋惜，真是浪费了谭松韵的演技，更是让人们对国产剧的发展前景感到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国产剧究竟该何去何从？难道真的只能依靠各种荒诞的元素和夸张的表演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吗？希望未来的国产剧能够认真反思这些问题，努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水准，让观众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优秀的作品。